克里米亚战科一夜空电火海，乌无人机撕碎3层防御，2000吨俄军弹药库殉爆。黑海战火升级，乌军白天发动攻势，直击俄能源枢纽。发生爆炸震动克里米亚，乌军摧毁俄军运输机，画面曝光。凌晨空战爆炸，乌军 F-16或首度击落俄苏34。欧盟拟动用1300亿欧元额被冻结资产。德国态度突变，全力支持乌克兰。俄罗斯燃油告急，360家加油站关停。乌无人机精准打击，俄伊斯坎德尔 M 发射车被毁。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凌晨巨响，蘑菇云冲天，轰隆！克里米亚北部战科一地区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撕裂。当地居民用手机拍下的画面显示，夜空中蘑菇云持续翻滚，火光将天际染成橙红色。乌克兰方面证实，此次袭击是由无人机实施，直接命中俄军储存2000吨军火的弹药库，引发连环殉爆。俄军号称固若金汤的3层防空体系彻底失灵，关键后勤命脉被生生掐断。战科一原本是俄军的防空样板区，外围1500米部署着铠甲 S1 防空系统织成的檀木网，中程则由 S-400长城导弹负责拦截，最后一道屏障是驱虫剂1电子战系统，负责在10公里范围内实施全频段干扰。然而，乌军的战术像魔术般层层拆解，诱饵消耗40架木质无人机搭载角反射器，制造大型目标假象，迫使俄军发射47枚昂贵的防空导弹。单枚40N6E导弹造价150万美元，结果被几百美元的木矿无人机骗空，成本交换比高达1比32900。集群冲击，多架改装大疆无人机组成5机编队，外挂 RPG 破甲弹头，以12秒间隔波浪轮流进攻，专打雷达死角。精准点穴，隐身无人机直奔弹药库通风口，已燃内部存储的炮弹与火箭弹，瞬间引发连环爆炸。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德尼森科形象地形容，俄军防空系统像被蒙住眼的巨人，对着影子挥拳，却让真凶直捣心脏。战科一的战略价值远超一座弹药库，这里还是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的铁路枢纽，所有运往南线的坦克、炮弹和燃料几乎都要经此中转。爆炸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2000吨战备物资瞬间报废，关键铁轨被炸断，俄军南线补给彻底中断48小时，变电站受损，周边城镇陷入大面积停电，3000多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方圆5公里全面戒严。泽连斯基顾问波多利亚克则公开喊话，这只是反击的开始，暗示未来将有更多针对俄军后勤的袭击。这场突袭不仅打掉了俄军物资，更撕开了战争格局的裂口。乌军所用无人机多由民用零件拼装，单价成本不足2000美元，但他们却击垮了价值超10亿美元的防空体系。俄军依赖的电子战本以为能压制低成本无人机，但乌军通过星链加 4G 混合通信破解干扰，使得 98% 的无人机保持信号稳定。军事评论员指出，廉价无人机一旦形成蜂群，重型防空体系就是昂贵的消耗品。战科一的火光是对传统军队的当头棒喝。爆炸发生后，俄军已从顿巴斯战线抽调3个防空营回防克里米亚。然而，南线战场的弹药缺口已经显现。乌军用一场不足1000美元级的战术行动，迫使俄军承担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与战略被动。当硝烟散去，战科一只剩焦黑的废墟。但这场爆炸意味着更多俄乌战场的攻防平衡正在被重新定义。乌克兰再度将战火燃向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发动了一场针对港口设施的突袭，目标直指多个关键节点。在这场行动中，乌军不仅成功打击了俄军的石油码头，还在多个战场制造了轰动性的破坏。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当地时间9月24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港口遭遇无人机与无人艇的联合袭击。与以往不同的是，
乌克兰这次罕见的选择在白天发起进攻，这一举动显然带有心理战的意味。港口周边的居民亲眼目睹了乌军无人艇抵近的场景，并拍下了他们撞击港口瞬间的画面。视频资料显示，俄方的石油装卸码头在遭到无人艇直接撞击后瞬间爆炸，海面上随即升起滚滚浓烟，震撼场景令人心惊。除了图阿普谢之外，黑海沿岸的其他城市也未能幸免，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新罗西斯克。这里原本是黑海舰队自克里米亚撤出后的新驻地，但显然依旧难以确保安全。在此次攻击中，当地不仅在海面上可见火光闪烁，俄军的防空导弹残骸更误中了一栋居民楼，引发骚动。几乎同时，克拉斯诺达尔的别洛列琴斯克也传出巨大的爆炸声，乌军击中了为俄军提供零部件的一家化工厂，导致设施起火燃烧。从整体来看，本轮乌克兰的打击行动集中在能源体系。俄方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与 Shaspris 石油转运基地相继中招，迫使这两处每天出口逾200万桶原油的重要港口被迫暂停运作。至此，乌军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大，从早前的炼油厂、陆上输油管道，如今又延伸至海上运输环节。与此同时，黑海著名的旅游胜地索契也因乌军无人机的威胁而被迫采取紧急措施，不仅关闭海滩，还进行了人员疏散。今年以来，索契国际机场已多次因空袭风险而被迫关闭，显示出战争的阴影正日益逼近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一句话总结，这场突袭再度证明，乌克兰的攻势已经突破了前线的界限，俄罗斯社会正在切身体会到，战争从来不只是远方的新闻，而是真实存在于他们身边的威胁。俄罗斯空军近日连续遭遇重创，在克里米亚地区，乌克兰连续2次对当地军用机场发起攻击，并在最新一轮行动中成功摧毁了俄军的2架 N-26运输机。据俄媒麦什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在9月24日前后再度突袭克里米亚，这次的目标直指俄罗斯的卡察空军基地。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乌军至少对该机场实施了2轮有效打击，多处地点被击中后燃起大火。与此同时，当地居民称，他们在机场周边听到了大约8次爆炸巨响，响彻克里米亚上空，并亲眼看到浓烟翻腾升起。乌克兰情报总局随后也证实，在这次战斗中，乌军不仅击毁了2架 N-26运输机，还摧毁了2套海岸雷达系统。这是乌军在3天内对克里米亚发起的第2轮猛烈攻势。就在9月21日，他们采用海王星导弹打击了俄军第31师所在的萨克斯基区。事实上，卡察机场此前也曾多次遭到乌克兰的攻击。它是俄方在克里米亚的重要空军与海军航空兵作战基地，长期以来承担着俄军在黑海地区的出动任务。然而，随着乌军高频度的连续打击，该基地的战力已受到严重削弱。从近几周的战况可以看出，乌克兰正在不断加大对克里米亚的攻势，这引发外界对于乌军是否即将在前线展开大规模反攻的猜测。克里米亚对俄而言是关键的后勤枢纽，长期负责向前线运输补给物资。一旦其运转受阻，将对俄军前线战斗力造成直接影响。与此同时，乌军也在苏梅和红军村等地展开反击行动，成功收复部分失地，显示战场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转变。除了前线的战斗外，政治与军事层面也传来新的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允许乌克兰军队向海外派遣部队。若草案获批，乌军将能够向英国和土耳其派遣水兵，从而在2国的支持下接受更卫系统的训练。这一举措也被视为乌克兰重建海军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土耳其已为基辅建造新的军舰，而英国则在训练和技术支持方面提供了援助。更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还计划在2025年12月31日前组建太空部队。这一战略性动作似乎不仅是着眼于当前战争，更是为战后的军力布局提前做准备。乌克兰空军在近期的空战中取得了重大战果，
击落了俄罗斯的一架苏34战术轰炸机。而更具看点的是，这架俄军轰炸机极有可能是被乌克兰的 F-16战机击毁的。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25日凌晨4点，俄军一架苏34轰炸机试图在乌克兰东部前线展开突袭，其目标直指扎波罗热市。然而，他的行动很快就被乌克兰空军发现并锁定，随即在空中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发布报告，确认了这一战果，并暗示击落该机的正是 F-16战斗机。若消息属实，这不仅意味着乌军的 F-16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战果，也将成为 F-16战机击毁的首架苏34轰炸机。此前 F-16的高调亮相是在8月4日，同样位于扎波罗热。当时乌军借助其空中力量对卡缅斯克一带的俄军指挥部发起猛烈空袭。目前乌克兰空军的战机几乎隔三差五就在前线执行轰炸任务。就在这次击落事件后不久，顿涅茨克的一处俄军指挥所也遭到精准打击。现场视频显示，遭袭建筑在连续的爆炸中化为废墟，滚滚浓烟遮天蔽日。袭击导致俄军的指挥系统与武器仓库被彻底摧毁，至少3栋建筑被夷为平地。这些连贯的战果凸显出俄乌前线制空权正在发生微妙转变。乌克兰空军展现出更高的效率与从容，能够持续对俄军设施实施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战机的出动频率显著下降，轰炸机更是被迫部署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俄军飞机最近却多次飞入北约国家领空，包括波兰和爱沙尼亚。这一挑衅举动引发北约的强烈反应，联盟重申将坚决保卫成员国领空。波兰和瑞典甚至公开表示，将毫不犹豫击落任何闯入其空域的俄军飞机。此举无疑推动了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乌援助力度，同时加速扩充军费开支，以强化防御。根据 Politico 的披露，德国最新的830亿欧元国防计划中，用于购买美国武器的比例不足 10%， 主要集中在爱国者导弹系统上。而在核心装备采购方面，诸如海军护卫舰、空军战机和防空系统等，几乎全部交给了欧洲本土的军工企业。这表明，欧洲国家不仅在援助乌克兰，同时也借机推动自身的军工产业升级。总的来看，乌军的 F-16战机在前线的成功运用，正在逐步改变俄乌战场的空中格局，而欧洲的军事与工业体系也正因这场战争而发生深刻调整。欧盟正酝酿动用更多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据悉，最新一轮计划的资金规模高达1300亿欧元。据路透社周三的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一笔高达1300亿欧元的赔款贷款，用于其军事开支以及战后重建工作。与此前数次类似的贷款安排一样，这笔资金仍以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担保。但与过去不同的是，本轮的资金规模创下新高。换句话说，乌克兰只需在未来实际收到莫斯科的赔款后才会偿还贷款，本质上还是用俄罗斯的钱替乌克兰还债。因此，外界一些认为乌克兰欠下欧洲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的说法并不成立。事实上，欧盟的设计就是让俄罗斯为战争买单。至于贷款的最终规模，还需要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实际数字甚至可能超过1300亿欧元。更具标志性的是德国态度的转变。此前一直对动用俄资产保持谨慎的柏林，现在开始明确支持欧盟的相关决策。德国总理梅尔茨的欧洲事务顾问表示，下周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讨论如何使用俄资产，将成为核心议题。初步方案是把这些资产从目前的比利时托管机构转移出来，再以欧盟债券的形式替代。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2年仅动用资产利息不同，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准备直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本金。与此同时，欧盟还在加紧与制裁同步的能源战略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重申，欧洲将在2027年前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眼下大多数成员国已经完成了能源转型，唯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仍与俄保持紧密能源联系。
但随着欧盟持续施压，这两国迟早也必须做出立场上的抉择。在大西洋彼岸，北约国家同样在推进军事布局。美国的 Raytheon 公司计划为美军及其他北约盟国建造全球最大军用运输机 Windrunner。这款巨型运输机能够一次运送4架 F-35战斗机，而且无需拆解机体就能在未铺设跑道的环境中完成起降。这一计划显然也是对俄乌局势升级的直接回应，进一步显示北约在战略空运与战场快速反应能力上的强化。9月25日，多家俄罗斯媒体爆出重磅消息，俄罗斯的燃料供应体系正在全面崩溃，全国加油站数量骤减 14%， 也就是说，平均每50家加油站中就有1家被迫停止燃油销售。据悉，燃料短缺问题已经导致俄罗斯境内约360家加油站彻底关停，其中以南部地区受创最为严重，加油站数量骤减 14%。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情况更为触目惊心，几乎有一半的加油站已经停摆，油品供应全面中断。燃料紧缺并不仅限于局部地区，就连莫斯科、列宁格勒、梁赞以及夏诺夫哥罗德等核心区域，也纷纷出现 A92 和 A95 汽油供应紧张甚至断供的局面。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俄罗斯宣传机构试图淡化事态，声称这只是计划中的炼油厂维护所致。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过去几个月内，俄罗斯已经损失了 32% 至 35% 的炼油产能。对于一个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闻名全球的国家来说，如今却因供应不足而陷入油荒，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是乌克兰持续不断的高强度打击。乌军通过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精准轰炸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天然气加工厂、泵站以及码头设施，重创俄罗斯的能源与燃料产业链。这不仅让俄罗斯国内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更在社会层面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如今，燃料供应短缺已成为俄罗斯难以回避的致命伤，经济危机正一步步向深渊滑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俄军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攻势，乌克兰军队在近期持续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军事设施、经济目标以及部署在前线的各类军备实施精准打击。近日，有中国专家分享的一组照片显示，俄军前线部队的简易机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精确袭击，机库内存放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发射车及运输车被彻底摧毁。分析人士推测，此次行动可能会对俄军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补给和部署计划造成重大影响。据腾讯网报道，当地时间9月23日，俄罗斯消息人士公布了数张照片，显示俄军前线的简易机库遭到数架乌军无人机袭击。机库不仅被完全摧毁，内部存放的武器装备也悉数损毁，其中就包括俄军用于攻击乌克兰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发射车，以及多辆负责运输导弹的运输车。报道援引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指出，本次袭击中，乌军共出动了14架无人机，至少摧毁了1辆伊斯坎德尔 M 发射车、5辆采用 MCKT 底盘的导弹运输车，以及1辆 Kalmas 底盘的移动指挥车。该媒体认为，这次袭击对俄军导弹系统构成了重大打击，也意味着莫斯科当局未来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保护导弹部队，以维持对乌克兰目标的打击能力。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自2006年起正式投入俄军使用，是俄军机动式短程弹道导弹的核心装备。每套系统通常配备2枚射程约500公里的 9M723 弹道导弹，一直是俄军导弹部队的重要核心力量。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军通常将伊斯坎德尔 M 部署在前线地区，用于威慑敌方防空体系。然而，随着无人机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流武器，庞大显眼的导弹发射车逐渐变成乌军精确打击的目标，迫使俄军不得不采取隐藏和掩护措施。该报道分析称，这次乌军成功摧毁伊斯坎德尔 M 发射车的行动，体现了现代战争性质的持续演变。传统冷战时期设计的武器系统，在面对现代化、
网络化、持续化的无人机打击时显得脆弱不堪。即便乌军只摧毁了少量伊斯坎德尔 M， 仍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虽然俄罗斯官方尚未正式承认伊斯坎德尔 M 发射车和导弹运输车的损失，但公布的照片已充分显示，俄军前线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鉴于此次袭击还摧毁了俄军的导弹运输车，分析认为这将严重妨碍伊斯坎德尔 M 系统的补给和部署计划。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已经成为莫斯科当局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